俄远东大地震对战略核潜艇造成了多大损失？在7月底，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发生大地震，这是有记录以来的第6强震。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就部署在该地区。更巧的是，地震发生前没几天，俄罗斯海军还有一艘北风之神级潜艇服役。作为俄罗斯最强的核潜艇，北风之神级的硬度如何？新潜艇服役时，俄罗斯海军还有一件大事，要将库兹涅佐夫号打包卖掉或封存。一边是核潜艇哐哐服役，另一边却是独苗航母走向末路。那北风之神级有多强，可以让俄罗斯如此偏袒？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水下舰队的真实实力如何？7月30日，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发生 8.7 级地震，这是自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来全球最强地震，只能说威力很猛，不仅引发了海啸，还导致切夫克流火山喷发，并且勘察加半岛属于俄罗斯核潜艇的主要驻扎地，部署了多艘北风之神级，甚至还有造船厂。那么这次地震给俄罗斯海军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在勘察加半岛有一个阿瓦查湾，就是俄太平洋舰队核潜艇基地所在地，这里部署有多艘先进的战略核潜艇以及配套的洲际导弹，比如雷巴奇核潜艇基地，太平洋舰队2大核心基地之一。水面舰艇部署在海参崴，核潜艇驻扎在雷巴奇基地，距离震中100多公里。这是俄罗斯最古老的海军基地之一，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1904年投入使用。在勘察加半岛还有一个彼得罗巴弗罗夫斯克海军基地，部署有部分水面舰艇。维柳钦斯克的海军造船厂也是维持俄军核潜艇行动的关键设施。这一系列设施都是俄罗斯海军的宝贵资产。地震发生时，俄海军基地部署了哪些潜艇，火力军也不得而知。但公开信息显示，雷巴奇核潜艇基地部署了俄海军现役的北风之神级，还有2艘阿库拉级、2艘亚森 M、3艘奥斯卡级。之前俄罗斯还计划将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比尔格罗德号部署到雷巴奇核潜艇基地，主打一个什么贵部署什么。地震发生之后，勘察加半岛各地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建筑物倒塌，道路扭曲。而根据乌克兰基辅邮报的报道，彼得罗巴弗罗夫斯克港遭到了明显的海啸破坏，雷巴奇核潜艇基地可能会遭受同等甚至是更严重的破坏。当然，损失这东西，俄罗斯国防部是能不报就不报，连乌军的无人机袭击都是全部拦截，没有一点损失，更别说战略核潜艇基地了。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对核潜艇状况发表公开声明。战区网站报道，目前还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因为地震与海啸，阿瓦查湾的海军设施或核潜艇遭到严重破坏。就火力军来说，阿瓦查湾的地理环境对港湾内部的船只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并不多。对于停泊在港口的核潜艇来说，如果港口水位突然升高，可能会导致潜艇撞击稀薄处的堤岸，也可能导致海浪涌上艇身，海水从打开的舱门灌入潜艇。如果在地震时，雷巴奇核潜艇基地有潜艇在维修，那麻烦呢就更大了。干船坞中的核潜艇可能会因为失去固定支撑，导致倾斜碰撞，起重装置也会压坏潜艇。除此之外，岸上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会在地震中受损，包括存放导弹的仓库、深水码头等。不过还是那句话，俄罗斯国防部不会承认损失，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表示这次地震的确很危险，但并未对核潜艇与基地造成破坏。实际情况相信大家也都猜得出来。顺带一提，在本次地震之前，俄罗斯刚好有一艘北风之神 A 级服役。那么这艘核潜艇扛不扛揍，具体性能如何？7月24日，俄罗斯最新一艘 95A 型战略核潜艇波扎尔斯基王宫号服役，这是俄罗斯第5艘北风之神 A 级，由俄罗斯红宝石设计局设计，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建造，2016年12月开工，2024年2月下水，同年7月完成首舰试验。服役之后将交给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第31潜艇师，驻扎在加吉耶沃的核潜艇基地。好消息是，勘察加半岛地震不会影响到这一艘核潜艇，二者的部署地点不一样。加吉耶沃位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北部，勘察加半岛则位于远东地区，差了108000里，不会挨揍。至于这艘核潜艇的性能，火力军只能说不错。北风之神 A 级与北风之神级还不一样，这东西是新造的，而不是拿阿库拉级零件拼出来的。静音、自动化水平都有所提升，重点还是那个龟背已经完全消失，吨位也处于正常水平。在早期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龟背很常见，其学名应该叫导弹发射筒整流罩。出现的原因也很简单，弹道导弹需要扩大射程，尺寸越来越大，超出耐压艇体，潜艇没办法容纳。无奈之下，只能搞一个整流罩，保证艇体流线型，降低水下航行时的阻力。
想要消除龟背，就只能建造大直径的耐压艇体，或者缩小弹道导弹。美英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俄亥俄级的耐压艇体直径达到了 12.8 米，三叉戟D5也实现了紧凑化，所以导弹发射筒整流罩高度较低。英国的前卫级也是如此，法国的凯旋级则是增大耐压艇体直径，扩大舰艇吨位。苏联这边因为国防工业能力的限制，没办法建造超大直径的耐压艇体，导弹也没有紧凑化，所以至今服役的德尔塔级存在巨大的龟背。台风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龟背，但是代价很大，太重了，水下排水量达到了 4.6 万吨，操控管理和维护难度很高。北风之神级就不一样了，其与台风级的结构完全不同，龟背也明显降低。等到北风之神 A 级，结构进一步改进，龟背完全消失，外形流线型更好，水下排水量也只有 2.4 吨，比台风级强太多了。龟背消失，潜艇的隐身降噪技术也有所提升，流线造型减少了艇体与水流之间的摩擦。北风之神级的舰体表面还有厚度超过150毫米的高效消声瓦，主机等主要噪音源有减震基座与隔音罩，艇内机械装置也进行了降噪设计。有消息称，北风之神 A 级的水下航行噪音为108分贝，只能说还行，比俄罗斯之前的潜艇好多了，但还是拼不过俄亥俄级，更别提哥伦比亚级、海狼级了。美国的核潜艇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除了以上这些，北风之神 A 级核潜艇还引入了电动尾舵和新一代泵喷推进装置，提升了操控性能，提升了自动化水平，还有先进的监视、通信、导航和控制系统，反应堆安全性和主发动机性能也有所升级，消防安全和人员居住条件也进行了优化。在波扎尔斯基大公号的服役仪式上，普京还表示，北德文斯克造船厂还要继续建造4艘北风之神级，包括95系列的第9、10号艇，95A 型的第6、7号艇，还有95AM 型的第11、12号艇。亚森 M 级也有生产计划。在2030年之前，这里一共还会再建造6艘核潜艇，分别是4艘北风之神级、2艘亚森 M 级。就目前来看，俄罗斯第5艘北风之神 A 级服役，加上服役的3艘北风之神和4艘北风之神 A 级，北风之神系列已经拥有8艘核潜艇，加上2艘北风之神 A 以及2艘北风之神 AM， 这个数量将达到12艘。与其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已经被放弃，马上就要封存或者卖掉，直接当废品处理。为什么俄罗斯的核潜艇可以一直造，航母却只能烂而不管？俄罗斯选择核潜艇放弃航母，有人认为是资金问题，火力军只能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据最新的消息，想要完全修复库兹涅佐夫号，大约需要15亿美元。对于俄罗斯来说，这钱的确很多，但相比建造北风之神级，其实不算什么。在2012年就有消息称，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造价为 8.8 亿美元，加上通货膨胀、卢布贬值以及建造数量的问题，现在的造价应该跟之前差不多。放弃2艘北风之神级就能把库兹涅佐夫号修好，放在美国那边建造一艘新航母，也就比核潜艇稍微贵了那么一点。比如福特级，造价大概在130亿至160亿美元，最新的哥伦比亚级首艘造价就高达152亿美元，后面每艘大概就是93亿至130亿美元。如果只是维修的话，建造一艘哥伦比亚级的价格就足够了。俄罗斯之所以仅建造核潜艇抛弃航母，主要还是建不了。这句话各位应该都听过，为了将建完工，工厂究竟需要什么？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9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苏联解体之后，作为最大继承人的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建造航母的能力。不过核潜艇就不一样了，在苏联解体之前，北德温斯克造船厂就是著名的核潜艇建造地，其最大船坞可同时建造4艘核潜艇，规模设施是当时的世界之最。该厂还拥有世界最大的彭氏船台，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苏联解体之后，该厂面临的冲击较小，虽然面临困境，但基本保留了原来的人才和技术工艺，核潜艇的技术也一直在进步。不过即使如此，只要给钱，或许说与陆军、空天军的待遇一样，海军也不至于这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不是放弃了航母，而是将所有的水上舰艇一起放弃了。最直接的就是5000吨级的2350型护卫舰一直处于难产状态，首舰2006年开工，2018年才服役，第2艘2009年开工，磨蹭到2020年服役，计划建造8艘，现在3艘服役，5艘建造中，剩下那些军舰什么时候能出来，造船厂也没个准信儿。相比之下，俄罗斯一口气建造了8艘北风之神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资源分配不均。在俄罗斯这边，核武优先，吃够了再分给常规部队，剩下的蛋糕中，陆军与空天军吃完后才能轮到海军。就这分配方式，海军只能舔盘子。
没钱加上技术不足，2350型护卫舰不难产才怪。那么这锅到底谁来背？从国际形势来看，俄罗斯背一半，北约背一半。俄罗斯的海岸线虽然长，但是很多地方都是冰封的，不适合航母活动。倒是那些能穿越北极冰盖的核潜艇更适合俄罗斯。其次，俄罗斯的敌人太强，还有一些海域压根不适合所有水上舰艇行动，比如波罗的海、黑海，真要打起来，第一时间就会被干掉。行动隐蔽的核潜艇更安全，也更符合俄罗斯的要求，即使爆发战争，也能保持一定的战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海军看上去很强，但实际状况并不是很好。但如果大家详细了解俄罗斯现役水下舰艇的数量和年龄，就会发现这个真相。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有38艘现役核潜艇，其中13艘弹道导弹核潜艇，25艘攻击型核潜艇，看起来强，不仅数量多，战力也猛。实际上，大部分的核潜艇年龄都已经非常老旧，还剩多少战力就不好说了。在这38艘核潜艇中，新锐潜艇并不多，只有13艘，包括8艘北风之神级与5艘亚森级。北风之神级，火力军觉得不用提，这是俄罗斯海军中优先级最高的建造项目，再穷也要造。亚森级的待遇虽然差了一点，但也相当能打，最起码建造5艘了。不像2350型护卫舰，00几年的项目现在也才3艘。剩下的那些核潜艇都是苏联的遗物，比如5艘德尔塔级，最年轻的于1990年服役，最老的是1987年服役，全部超过了30岁，最老的甚至逼近40岁。虽然俄罗斯很看重这批核潜艇，在21世纪不仅专门对其进行延寿升级，还专门为其研制了新型拉涅尔潜射洲际导弹。不过考虑到年龄，再怎么升级也免不了被淘汰。等到后面4艘北风之神级服役，德尔塔级就该退役了。俄罗斯海军还有7艘奥斯卡级，水下排水量 2.4 万吨，搭载24枚花岗岩重型反舰导弹，与基洛夫级同款。这款导弹主打一个大力出奇迹，全重7吨。也正是因为尺寸太大的缘故，基洛夫级和奥斯卡级的导弹发射架表面上是垂发，实际上却是倾斜45度。与德尔塔级的问题一样，这些潜艇的年龄也很大。7艘奥斯卡级中，最老的那个于1988年服役，至今已经37岁，最年轻的那个则已经29岁，大半截身子入土，作战能力堪忧。除了以上这些战略核潜艇、巡航导弹核潜艇之外，俄罗斯还继承了不少攻击核潜艇，主要是阿库拉级和塞拉级，其中阿库拉级服役了9艘，只有1艘年龄小于30岁，也就是最新的那个2001年服役，年龄24岁，其他的都是老家伙。最老的那个是1990年服役，至今35岁。作为苏联海军的主力攻击型核潜艇，现在已经不行了。塞拉级就更老了，在苏联时期虽然与阿库拉级一起装备，但远不如后者，不过看起来很强，钛合金制造，属于苏联钛合金核潜艇的巅峰产品。只是在造价超过阿库拉级，性能却没有大幅领先的情况下，塞拉级一共就建造了4艘，后续改进型1990年开工，但建造到一半就停工拆解了，现役只有2艘，年龄都超过30岁，剩下2艘维克托级也是如此，已经处于老掉牙的状态。总的来说，火力军并不否认北风之神级以及亚森级的性能，这是俄罗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作为曾经的世界第2，好歹要给他点面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核潜艇也是如此。俄罗斯这38艘现役核潜艇中，其中23艘潜艇的年龄都达到极限，而核潜艇的正常服役寿命上限也就30年左右。机械老化是所有机械产品都绕不开的问题，即使进行延寿升级，性能也是落后的。俄罗斯海军的维护保养水平一直都不在线。火力军估计这批老旧核潜艇的状况堪忧，即使能出海作战，能发挥多少实力也不好说。加上勘察加半岛的大地震，导致核潜艇和基地设施毁坏问题，让俄罗斯本就不富裕的潜艇实力雪上加霜。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勘察加半岛的大地震，俄罗斯核潜艇受到了多大的损伤？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